大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今天我刚完了我的大学面试，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小羔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学面试所问的问题跟要注意的东西。OK， 首先，我觉得我是申请日本一间在九州的 APU 大学，然后他们是英文教学，日语你可以在去language center学，然后OK， 实际上它是一个 multicultural 大学咯，它不是纯日本的那种大学，所以它的 interview 也是会全英文，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是用华文来说啦，所以因为我的华文比较好，所以我就用华文跟大家讲，我这个大学它 interview 的问了我什么问题 ？OK， 首先我自己有去上网，就是 Google search， 你可以上网 Google search about 那个大学 interview 的 questions，QS 网啊也是有很多大家分享出来的一些大学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很用功，所以我只找了一个网页，它所提供的一些大学会问的问题，它总共有39个。所以我的大学呢问了我13个问题，他问了我13个问题，所以 OK， 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问了我什么问题。OK， 首先他问你3个基本问题，他要确保你是本人，你不是找来的那种。OK， 他问你名字、你的生日、你爸爸的名字。OK， 之后就会开始一个很传统的问题 ，Why Japan？ 为什么你选择日本？为什么你选择日本来学你的 business？ 因为我是拿 business， 所以为什么你选择日本来读这个 business？ OK， 我就回答，我的回答不一定是完整的，是 perfect 的，但是以我的观点来回答，我说，我从小呢就会到日本旅行，然后我发现到日本的潮流跟它的 marketing 是走在世界前端。所以我觉得我来学习这些知识的话，我会获益良多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讲很多，他就是开着 camera 听你讲，他要听你的英文和你实际的想法，为什么你要选他们学校，为什么你要来日本读书。好，所以到第5个问题就是很 general 的 ，Why APU？Why 你选择我们的大学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的大学，我这边的大学是，它 located 在北部是一个很 relax 的城市。我觉得我这12年，我在 KL 读书，我觉得已经够了。我觉得我想要在大学的时候换个环境来读书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们 located 很好，而且你们用英文教学，可以学日文，然后同学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这样子。而且你们学校有在 business 上面有拿到很多奖啊这样子，所以是为什么我选择 APU。接下来呢，他就会问你，他就问有关于学校的东西。你有查好资料吗？我们学校的那个社团，你想要进哪一间呢？你有想要进什么社团吗？然后那时候幸好我的朋友有提醒我，你有没有去查？你进了大学你要进什么社团？我讲，我没有查我没有查那个大学有什么社团。然后就讲，你这样哪里可以？就是没有查这样子，等下我问你问题呢，没想到就中了。OK， 就中了，他就问我要进什么社团，然后我就跟他说，刚好我有查到剑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进剑道，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没有这种东西，我想在日本的时候好好学习这个东西，防一下身这样子啊，强身健体这样啊。OK， 我就跟他这样讲哦，这样 OK 表示你有查好来，他学校有什么 club， 这个大学有什么 sport 啊 culture 啊，跟一些语言的 club 啊，你可以自己选择这样子。然后之后就会问你的 challenge that you face。你有遇到什么挑战吗？你在中学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平常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挑战呢？你跟我分享一下你是遇到什么挑战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时候我在寻人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那个广告工委会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个毕业刊的一些
毕业刊的一些处理啊，或者是一些捐献者啊，他们捐那个捐款给我们学校，然后我们就要出的那些 receipt 啊、document 啊，还有一些设计图啊，还有一些设计图收集啊、编辑啊那些，我们会跟编辑委员会的人去做沟通。所以这是我的工作 ，General Affair 总务，所以就是工作的 ，OK。所以我跟他说我在 cope with 我的 between 我这个magazine community 还有我的 UECSM， 我觉得这个是有压力的，因为老师很紧张 magazine 的东西，我自己很紧张我的考试，所以在这2个方面呢，我不能把毕业课堂搞砸，我也不可以不顾我的毕业考嘛，所以这2个双管齐下，这个压力是我 face 过的 challenge， 这样子。他也是有跟我说，哦，这个你有写在你的 essay 哦，我就跟他讲，对，我写在我的 essay，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经历，一个 challenge 这样子，我就跟他说，哦，我是有写 essay 的，我不是没东西讲我才讲啦哈，然后呢，他就会再问你，你的强项是什么？的强项是什么？这个就有在那个题目里面啊，讨厌那风。这里在题目里面看到吗？啊，这里在题目里面啊，幸好我有准备。OK， 我就跟他说，我第一个就跟他讲，我觉得我很独立，我 independence because 我选择要出国读书，我觉得独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part， 因为你出到国嘞，什么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家人了嘛，你要到新的环境去交新的朋友，所以我觉得 independence 很重要的。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OK。第2个呢，我就讲，我很会 planning 东西，我很喜欢 planning 啊。过后我 planning 一整天我要做什么，我 planning 我一整年要做什么，然后我就 step by step 跟着 step 去做，这样子。然后OK。第3个，就是我就跟他讲有点害羞，因为东方人就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说自己有多好这样子嘛，是不是？东方人的教育就是说你要谦虚这样子，可是呢，在这个方面呢就不可以谦虚，你要夸大，不是夸大了，就说出来你的事实。所以我就说I'm good in leadership。因为我在我的社团里面呢，我是负责 activity planner， 我是个 activity planner， 我要让会员们觉得他们有学到东西，然后他们就有娱乐，这样子。我觉得我在 lead 他们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很有 leadership， 这样子。又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看考智慧的技巧的问题。他就问你your weakness， 你的弱点是什么？然后幸好我有问过我朋友这个问题，我的 weakness 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我的 weakness 是我容易生气。可是你不能跟别人说我很容易生气这样子嘛，就想让你情绪管理很不好。你就要说，我是说，如果一切的我的 planning 没有照住我的想法走的话，我 will be down 这样子，我就哈，这样子就带过就好了啊！你不要讲你自己不好什么，我很多不好，我要跟你说什么样子，你讲一个就好了，一个好处就讲3个 ，OK？ 所以现在是他就有个问题，他就有一个很奇怪的 part， 他就是要问你ask him question， 你要问我什么？你要跟我讲，你要问我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根本就意想不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都是他们问我问题，那可能我问他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智慧的 part。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问那个很白痴，我问了3个很白痴的问题 ，OK？ 我就问他。那你们的这个 business 你们是因为有4个 major 嘛，那我们是哪读完还是拿其中一个？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第1年呢，你就要拿完全部，然后第3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这个 major， 然后就可以拿一个 bachelor of 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就很白痴啊，就你给人家知道你要查好资料这样，所以这个 part 呢，你就要很有智慧的去问问题。OK， 然后到第2个问题呢，我就问他。那你们的学生在第2、第3年的时候有没有会比较倾向会想去住外面，还是想要继续住在你们的 dormitory 里面？然后就跟我说没有啊，第2年就要搬出去啊。我就第2年要搬出去，我就很白痴，就是去耍白痴，OK。然后第3个问题，我就随便问我讲，你们那边天气现在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很呆掉，就it depends 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说，那边18度，然后我就讲，你们马来西亚天气怎么样？他就给我乱掰，因为
因为我掰出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啊，我就掰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他就也要掰回给我啊，就问我马来西亚怎么样，我讲哦Malaysia 4 season in summer 这样子 ，OK， 所以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他会根据你所呈交上去的资料来问你这个问题。然后就根据我的成绩单，还有我的语系的考试的成绩单来问这个问题。他就问我说，你的 Max 还有你的 Economic 不好，你有想过你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吗？我就有在看我寄给你的东西，惊讶，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要好好的改善我的数学，因为其实我一 part 也是觉得数学其实很无聊的，就是 x y z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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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然后但是呢，经济呢就比较好玩一点，因为就是有在什么情况下啊，那个经济的会产生什么情况啊，什么循环啊，然后什么水与钻石啊，算税务啊 tax 啊这种东西 ，OK， 它是一个情况下所算出来的东西是有用的。那数学这样，数学，OK， OK， 所以是他会问你这些问题啦，所以这全部都是这就是全部他问我的问题 ，OK， 所以现在接下来到呢，你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就是你去 interview， 而且是computer website online interview 这种东西。所以我的大学呢，他会叫我要 download Skype，就给他一个 Skype ID， 然后他就会来 call 我这样子。然后我平常都不用 Skype 的，而且我是没有用过 Skype 的人来的。然后我就只是 create 了一个，然后我也没有用过这样子，然后我就模模糊糊去 interview 了。然后我开始打开电脑，有人 call 给我，才发现原来还要再 download 一个东西，还要 download 进那 com 里面。然后我就很尴尬，因为我手机有 download apps 嘛，download apps 的时候他打电话来怎么办啊？打电话，然后之后是我的电脑又还没有 download好，然后我就手机快点接了，过后我就hello 这样子，然后 wait a minute 啊，my computer is downloading 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很尴尬，然后他就看着我讲 OK take your time 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尴尬讲哪里可能 take your time 然后就快 download 好了过后就用电脑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有要用 interview 然后没有什么用 Skype 的人，你要跟你朋友或者是有用 Skype 的朋友来 test 用过一次这个 Skype 这个东西先，所以确保你的镜头、你的收音还有你的电脑没有问题，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很顺利完成你的 interview。或者是你的手机当然是来 backup 啦，你要 backup 好，你有电 download 好的那个 apps log in sign in，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就是用手机的时候啦，就用手机 OK 来撑场这样子。虽然那时候我就有考虑过要不要用手机，然后我就觉得用手机这样很不尊重、很随便这样子，所以我就用电脑来 interview 啦。所以 that's all of my sharing， 然后希望大家有在我的视频里面呢有得到一些，听到一些东西啦，学到点东西这样 OK。好啦，就这样 that's all of my sharing， 拜拜。